这一集分享零成本存股系列实战第14集，股票代码2330，台湾基体电路股份有限公司，台湾价值投资人。整人可以没有台积电，如果在台积电挂牌之初买一张股票，经多年配股，如今将可变成30张。台积电1987年2月成立，当时实收资本额仅新台币13.775亿元。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曾说，台积电本来是美无闻，是做了10多年后才被大家看到。现在台积电这家台湾护国神山，在全世界亦可说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台积电的成长非常快，当时期待台积电可以带来稳定的成长与获利，如今庆幸自己有参加台积电公司的成长。我们先来看对账单，我从2021年台积电600元时开始进场。对于体质优良的好公司，我喜欢左侧交易一路往下买，从600元一路买到376元。由于资金有限，有使用信贷来补了 3.4 张的部位，一开始588元一张，566元一张。大家都知道2022年，在许多出乎预料的事件下，美国恐暴升息，产生了台美股大盘下跌3成的中型股灾。台积电跟大盘一路向下探底，真的在股海中实战的好朋友就知道，一直在等股灾。可是股灾真的来了，其实也是越买越害怕，开始担心现金不足，超载半山腰，所以被迫改成100股，100股用零股买，第3张买完均价488元，最低价100股买在376元的位置，接着就开始反转直上了。当时手上还有约80万的信贷资金，还可以再买一张，但最后不想追高买，最终部位就停留在5张。当时说服家人进场部位也差不多5张，成本均价约在540元。22年开始每年领11到14元左右的股利，台积电股利从每季股利 2.75 元，持续上调到现在每季配发4元股利。为了方便计算获利，我直接将股利从成本中扣除，不将股利视成资本利得的话，成本均价约落在 514.5 元，每股成本均价约在102元。我们重点说明一下，为什么要买台积电？其实只要是台湾价值投资人，应该都要持有台积电。真正开始买进的时候，台积电已经从200多元涨到600元，已经涨一大段了。陆续加码布局，从缺优上老师 YT 频道介绍龙虾怎么吃，在这个时间点加码布局，当时股价已经在600元附近上上下下，盘整很长一段时间。有看过零成本存股系列的投资朋友都知道，我的存股策略是进可攻退可守。我特别有提到，如果是台积电这种成长型公司，我就不会用殖利率来要求它。台积电由于是成长股的关系，所以买台积电当然就不是图它的股利，而已希望能赚价差。我在频道中几乎每次都会说明，虽然23年高股息系列表现远胜大盘，但是我心中的定见告诉我，只要拉长时间轴来看的话，市值型的全指股大盘表现，比如元大台湾500050、富邦台湾50006208，长期表现还是会超越高股息类型的表现。我们看，今年大盘已经涨超4成以上了，高股息系列最佳的涨幅可能连2成都不到，果然被后来居上了。这个就是有自己定见，更有自己投资策略上的好处。由于我们有策略有定见，可以妥善思考自己适合的布局，今年这一段涨幅才可以完全稳妥的抱住获利，不被洗下车。我是在2021年到2022年10月分批布局陆续进场台积电。回想2021年和2022年，台积电都是1月开完法说会，全年营收展望很好，大家一直追买，在这2年中造就 679T、688T 大学长们，不少人被套了2年，当然也包括我。虽然我成本比较低，早早就解套了，但还是有跟大家一起住套房的。在这2年的盘整期间，台积电总是在1月股价创高之后，然后1月就是当年度最高点了。21年、22年这2年持续盘整，特别是2022年不止盘整，还一路向下接人上车，一直到2023年才走出盘整期，慢慢迎接 AI 爆炸式成长的到来。当时我相信耐心的等待，以台积电不断成长的动能，总会迎来复苏与成长的。事后来看，果然如当初所预料，股价如今已稳稳站上1000元大关。我们只会可惜说，怎么没有多借一点钱来 all in？ 熟悉我们频道的老朋友都知道，我的零成本投资法做法是，一旦碰上题材爆发，股票上涨超过1倍的话，就可以考虑卖掉1半的股份，将投资的成本拿回来，继续布局其他股票，达成零成本投资法的布局。我台积电的成本是515元左右，如今台积电能站稳1035元以上，正好超过100%的涨幅。如果有现金的需求，卖掉1半持股就可达成零成本投资的目标。今年台积电 EPS 推估在40元左右，本益比约在25倍左右，表现非常亮眼。相信在 AI 的加持之下，有机会在30倍本益比的位阶下，再持续一段时间。各位投资朋友可能会想问，台积电已经涨到这个位阶了，
什么时候卖比较合适？我先大家讲结论，如果没有急需要用钱，完全不用卖。以我自己为例，我2020年在郊区入手一间36坪3房家平车，入手价是650万元，贷款520万元，宽限期5年，房贷利率当时才 1.31%， 持续升息到现在利率是 2.185%。即使房贷利息不断的升高，我也没有急住将房贷还清，持续的善用5年宽限期。经由简单的计算可以知道，月利息从5678元每月升息到现在9500元，每一年要多缴46000元的利息，30年总计需要多缴了138万元的利息费用。听起来多缴138万元的利息似乎非常的不划算，但是只要会理财的投资朋友，要在30年内原本要缴房贷的本息金额，赚到138万元根本不是难事。我在台积电布局了278万部位，只要台积电在6年内涨1倍，我还全部房贷的520万元就全部到位了。虽然这2年买房用5倍杠杆，股票的获利远远跟不上买房的获利，但是我们理财观念已经建立好了，未来要在股市中持续获利的机会还很多。台积电的获利持续上行，没有急需要用钱，完全不用卖股票，让台积电持续获利奔跑是最好的方式。倘若有需要买房买车或买什么，可以卖刚刚好的股数金额去买。倘若还有剩余部位的话，台积电股票暂时不用考虑卖。我们引用一下薛佑尚老师的估值方式，台积电未来10年成长报酬预估，以台积电官方的财测目标，会以 16% 到 20% 的年增长速度持续增长。我们打个折，保守一点，用 12% 年成长率来预估盈余增长，套入72法则。我们知道6年可以资产翻1倍，也就是到2030年。倘若台积电能在市场中享有20倍左右的本益比，就有机会挑战2000元的大关。在看台积电体制之前，我们早就知道台积电是全能之优生。先讲结论，台积电财报体制绝对是非常优异的。如果对5大关键数字力选出赚钱绩优股有兴趣，可以去图书馆租借或者购买书籍，详细读懂关键的财报指标。有看过这本书的朋友，一定可以在选股功力上获得巨大的帮助。在超级数字力独孤9键网站上可以自动生成这张图表，我们从图表中可以看出 A 现金流量，台积电现金水位只有 27% 左右。由于公司翻桌率小于1，是资本相当密集的行业，我们都知道台积电赚到的钱，必须要不断的继续投入研发，才能和英特尔、三星持续拉开差距，所以公司在现金水位上，能保持 10% 到25% 以上的现金水位，公司才是比较安全的。显然台积电公司是知道这一点的。B 经营能力，公司翻桌率小于1，公司是定义在资本密集烧钱行业，现金水位的留意上，台积电是有特别的注意的，即使是 26.5% 的现金水位，公司仍然称得上是非常安全的现金水位。是以获利能力，台积电的获利能力就不用我再介绍了，能有办法做到毛利 55% 以上，净利超过 40%， 这绝对称得上是在做一门超好的生意。当然，台积电的厉害之处，就不用我再多说了，我曾经也在台积电进行暑期实习，早就深深感受到台积电的强大。比如因为朗朗上口的优秀员工一大把，报告言简意赅，工作节奏相当之快，随口便个说出一大把台积电的强大与厉害。毕业后有过几次进入台积电工作的机会，虽然没有选择到台积电，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，台积电的福利待遇和赚钱能力，都是国内榜上非常领先的优质企业。整体而言，能有5成以上毛利，4成净利，说明台积电公司做的绝对是一门好生意，公司有长期稳定获利的获利，护城池非常之深，现在说看不见竞争对手也不为过。D 财务结构，公司负债率在 40% 左右，负债比控制在40%到 60% 都是很适当的负债水位，公司在负债率的控制上也相当到位。接着我们看一下 ROE 持续有 25% 以上的表现，远远超过巴菲特考核标准 15%。果不其然，我们见识到台积电在财务体制上的优质表现，也具备强大的长期稳定获利能力。倘若是价值学派的投资人，台积电是绝对值得长期持有的。乐观者在困难中看到机会，悲观者在机会中看到困难。我们在2022年台积电逆风情况下买入，短短2年时间已经获得 100% 的涨幅。台积电的部位算是我个股中较大的部位，能有这样的报酬，显然是非常满意。我们部位的大小是跟自己比，而不是跟别人的部位进行比较。强者我同事早就有家人帮忙布局88张台积电，虽然他早就抱不住，陆续出清超过7成以上的持股，但是在我这位好友的说服之下，保住了他剩余的3成持股，并且达标我在2021年时告诉他的1000元目标，有成功的带进带出，再一次建立自己在股海实战中的信誉。我认为较重要的是选股逻辑的建立，希望各位投资朋友
可以透过我们分享的内容，建立自己的选股逻辑，以及估值的方法，找到自己买进卖出的适当时机点。相信认真观看我们影片，都可从影片中得到不少收获与启发。期待您善用这些启发，找到适合自己长期存股的股票。期待和投资朋友共好，一起慢慢变好，越来越好。我们的影片知识充足，请耐心听完免责声明。由于分享的理财手法是我个人理财的操作与分享，请加上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，盈亏自负，投资理财有赚有赔。申购时请详阅公开说明书。这是慢慢变好越来越好频道，传递理财知识与幸福。如果您有在分享内容中有所收获，请您不吝帮我们按赞、订阅加分享。希望每一期节目都能与您相遇。我们下期再见。